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雪地赤足拍吐血戏，分饰三角封神预定剧王观众，武侠有救了！关注我，带你解锁财富密码，开启好运 booth， 点赞关注，让你财运一路飙升，好运挡都挡不住。嘿，各位看官，最近武侠剧市场那是相当的平静，平静的都快让人打瞌睡了。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部名叫《富山海》的剧，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啪的一下，把大家伙都给打醒了。这剧改编自温瑞安大大的经典小说《神州奇侠》，还没正式开播呢，光是放出的那些预告片和花絮，就在网上炸开了锅，掀起了一股武侠复兴的狂潮。这股浪潮有多猛？这么说吧，预约人数蹭往上涨，直接突破了240万大关。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更是像坐了火箭一样，飙升到了50亿次。特别是那段诚意小哥哥在绿幕前秀打戏的视频，简直火得不像话，48小时播放量就破亿了。这数据杠杠的，观众们都用实际行动给这部剧贴上了年度剧王的标签。要说这《富山海》为啥这么火，那还得从诚意小哥哥说起。在首批剧照里，他一身白衣，染着血迹，手持长剑，往那一站，瞬间就把人拉回了那个快意恩仇的武侠黄金年代。之前他在《莲花楼》里演的李莲花，就已经让大家见识了他的江湖范儿。这次他更狠，直接挑战一人分饰三角，演现代青年萧明明、少年侠客萧秋水、武林霸主李晨舟。这三个角色性格那是天差的别，演起来难度可想而知。但诚意小哥哥愣是靠着精分式演技，把每个角色都演活了。有眼尖的观众一帧一帧的分析预告片，发现诚意小哥哥简直是细节控，通过微表情就能精准区分人物。演萧秋水的时候，他眉目清澈，像初春的溪水一样干净，拿着剑的手势也带着未经世事的青涩。切换到李晨舟的时候，眼角眉梢都带着一股狠劲儿，握剑的手指因为用力都泛白了。武术指导李炳南都忍不住夸他，说他能在3种状态里无缝切换，简直太牛了。剧组为了打造一个真实的武侠世界，那也是下了血本。为了还原原著里浣花剑派的江南水乡风貌，美术团队花了4个月时间，在横店重建了一个占地2万平米的实景拍摄基地。就连屋檐瓦当的纹样都参照宋代营造法式进行复原。兵器顾问团队更牛，直接从博物馆借来了3件宋代古剑进行3D 扫描，最终铸成了男主角萧秋水的佩剑长歌。这把剑的剑鞘上还镶嵌着蓝田玉，在特写镜头下，那光泽简直冷艳。更夸张的是，就连群演的服饰都特别讲究。某场市集戏里，临时演员的粗布衣领内衬都被发现绣着符合角色身份的暗纹，这细节简直绝了。当然，光有精良的制作还不够，还得有创新的剧情才能吸引年轻观众。富山海就采用了穿书的设定，让现代社畜萧明明意外穿越到自己写的武侠小说里，以旁观者的视角见证萧秋水从一个啥也不懂的愣头青成长为一代大侠。当这个天天点外卖、刷短视频的当代青年被迫面对剑气纵横3万里的江湖时，那戏剧冲突简直是既搞笑又深刻。在已经放出的片段里，萧明明想用手机拍摄武林大会，结果被众人围观，弹幕瞬间就被这不就是我穿越后的样子吗给刷屏了。这种古今价值观的碰撞，在权谋戏里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萧秋水坚持侠者当为苍生立命时，萧明明脱口而出的活着才能输出价值观，更是让屏幕前的年轻观众会心一笑。
古力娜扎这次在剧里饰演的萧雪瑜也让人眼前一亮。她一改往日仙气飘飘的形象，穿上束腰劲装，在竹林里上演了一场追杀戏，把峨眉剑法飘雪穿云的灵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一段360度旋身劈斩的镜头，她竟然没用替身，自己完成了。这操作直接被武术指导认证为新生代女演员打戏天花板。更让人惊喜的是，她和程毅的对手戏，面对既是兄长又是宿敌的萧秋水，她眼中交织着如沐与痛楚的复杂情绪，把原著里那个有点扁平的侠女角色瞬间给演活了。连原著作者温瑞安都忍不住夸她，说娜扎让他想起了年轻时的林青霞，既有侠骨又不失柔情。现在大家对富山海的期待值，那是随着物料的放出一路水涨船高。在豆瓣电视剧小组发起的暑期档预测投票里，这部剧以65%的得票率碾压了杨洋的《凡人修仙传》、赵丽颖的《在人间》等竞争对手。大家之所以这么看好它，不仅仅是因为它有顶级的演员阵容，更是因为制作团队对武侠精神的当代化诠释。当萧明明对着身受重伤的萧秋水喊出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时，屏幕前那些为职场人际关系苦恼的年轻人突然就 get 到了武侠的新含义。有位提前看过粗简版本的影视博主在长评里写道，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让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找到了与现代社会的接驳点。随着播出日期的临近，关于这部剧的讨论已经从娱乐话题升级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知乎上，关于武侠剧是否需要现代性改造的辩题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正反双方的用户纷纷写了上万字的长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B 站的武侠混剪区也迎来了流量高峰，UP 主们把富山海的预告片和83版《射雕英雄传》放在一起对比，弹幕上飘满了武侠不死。就连一些严肃媒体也开始探讨穿书设定能否成为传统文化 IP 年轻化的方法论。这种全民热议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优质武侠作品的渴望。现在那些工业化生产的仙侠剧，动不动就来个时生时世的虐恋，把爱情都给消解了，大家早就看腻了。所以现在终于有一部剧愿意沉下心来，好好讲一个侠之大者的成长故事，这怎么能不让人期待呢？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富山海剧组发布的第一支预告片，开场镜头真是意味深长，程毅饰演的萧明明在电脑前敲下了富山海的最后一个句号，窗外晨光穿透云层。这个画面充满了隐喻，似乎预示着武侠剧的破晓时刻真的要来了。当现代思维和古典江湖猛烈碰撞，当细节考究遇到创新表达，这场由程毅和他的团队掀起的武侠新浪潮，或许真的能像大家期待的那样，重燃属于中国人的江湖梦。